非常欢迎今天的嘉宾 Gary 和 Jackie， 你们好。Hello， 你好。他们俩非常非常特别。首先呢 ，Gary 是新加坡人，Jackie 呢是大马人。他们一起生活在新加坡，而且不满足于此，你们还要去一个新的地方。这也是我们第一次3个地方3个人同框在同一个屏幕出现，让他看看会有多么疯狂来了解你们的生活方式。比较好奇Gary， 你应该是新加坡教育的一个失败吧？从新加坡对，其实我可以讲吗？可以，的确是。我看过李光耀的书叫 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 他还是希望你们规规矩矩然后要告诉你我们只是地球上的一个小点，我们非常不稳定像你这样不努力，新加坡会完蛋的。对怎么回事？新加坡的体系怎么培养出你的？其实你这个东西真的是你谈到我的一个很 interesting 的东西因为我真的是在人家 label as 把调出 system 的人就是不在系统里面的人。对，因为你知道我从小不读书嘛，那我从小就比较难怪他们讲的你都没听我那时候不是有刚刚有分享说20岁的时候我是从一个不会读书的人就慢慢就学到会读书嘛。那我就其实在小学跟中学里面这10年这个教育，我其实就没有听课，就没有被他这种灌输这些东西，所以我的大部分时间跑出去玩就体验人生就觉得其实老师说这个东西不能这样做，但是我出去了以后体验其实还好而且中间我失败了，我学到一些东西，很多东西，所以我学到很多东西是怎么失败，而且我从里面体验，我发现到我很大胆的尝试东西，因为对我来讲，失败其实也是一个我很喜欢尝试的。失败是成功之母啦，也不一定是成功啦，就是失败其实有很多东西教育我们的，所以我是一个就是在这里面落网之鱼啦。Jackie 和 Gary， 你们可不可以先讲一讲自己的一个背景，好不好？对 ，Lady first。OK 我是 Jackie， 我是马来西亚人，然后我在马来西亚做过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在马来西亚读书，也在马来西亚做过工，然后大概7年前就跑来新加坡，在这里也做工赚钱，生活了大概7年。现在呢，我在1月的时候刚辞掉我的full-time job， 现在我是一个 freelance 接 IT project 的 freelance， 然后同时也经营着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Black White Dog。 好说for我呢，我是 Gary， 我的名字叫 Gary， 今年40岁。那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那我本身的个人经历会比较杂一点。那我的人生有3个转捩点。那在20岁的时候呢，我是从一个不爱读书的学生有一天就考到了奖学金，然后去上班做工了以后，做了2年就断然辞职去创业那在30岁那年呢，我又改变了人生的跑道，从一个水木工程师，OK， 就是工程师啦，改成做金融银行的一个销售。那30岁那年，然后做到40岁，现在我就因为一些事情就把在职场里面就退下来了，就自己用一些金融产品这些就去做一些passive income就从这边就开始去体验生活，做一些打一些零工这样。这是我非常有意思你看这个 Gary 的年龄跟我一样我们也是到了大马，就是放下了好多事情，重新去体验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一样的，而且你看颜色，我们也是 black and white， 今天是对，你是做 white 的对，那人家讲就是新加坡跟马来西亚2个地方的人经常要吵架，经常说加速了不加速了，大家要吵来吵去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是怎么生活在一起的呢？我们是通过那个 dating apps 认识的。这个是我们在疫情的时候就很闷嘛，大家都不能在家里那我们就知道不能够出门，不能够就很闷，所以那时候我就打开一个交友软件新加坡的一个交友软件叫 Coffee Meet Bagel
就在上面里面就被演算法推荐了 Jackie 给我，她是我第一个约出来就是见面的一个女生。那就从那时开始我就耍了一个小心机哈，我就跟她说我遇见你的第一天我就带一本书给你去读，然后这本书借给你了以后他就需要还给我嘛那本书，那就一来一往我们就哎呀非常 old school 啊。对，然后我就是这样子被钓上钩了。就是从那一本书开始。这本书是很特别吗？没有，他是说带一本你喜欢的书，然后我就带了我喜欢的书。我记得他的书是什么？他带给我的一本书呢，叫做一菜一汤的生活美学。OK， 中心思想就是说叫你吃的简单，一个菜一汤 to appreciate life 啦，这样。是那本书的中心思想。我给你的书本是李光耀的那个一个卡通版的。李光耀的一个传记。所以我就好严肃啊。对。所以那因为什么我给他一个李光耀的这个图案版，就是因为我想要吸收的快一点。因为如果一本书太长啊，那就要去约他的时间就要拉得很长，所以我就给他一本容易一天里面消化的书本。他有这个不是一点点心机啊。那你们现在都从职场上退下来了吗？我觉得首先至少我觉得对 Gary 来说，就我的了解，你一定不是一个一般新加坡人会做的事情。是这样吗？对，我之所以从职场退下来，它也是有个契机的啦。因为如果你要想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有一个很稳定的收入，很好的同事的话，你想要一下子辞职，它也是没有要很大的决心。那我本身经历的是在我40岁那一年呢，刚好我的亲人呢，我妈妈就离世了。就离世的这段时间，就让我重新整合一下，就是说the reason the purpose of living， 就是为何我需要这么辛苦的去赚钱。如果只是养活自己这些的话，我是觉得大可不必这么的就是做的这么辛苦啦，就这么卷啦，就在职场里面卷来卷去，那我就看不到一个头嘛。那刚好又是 COVID 的时候，又有那个 retirement crowd 嘛，就很多人一次过退下来。那么就趁着这个时机，我就跟住我以前我做工的一些金融知识理财的一些观念我就你知道也是提倡这些 FIRE movement 就很早以前我就已经开始存钱投资做理财的东西了。那就从现在慢慢的觉得被动收入是能够 cover 我的支出的情况下，我就选择是不是可以找一些其他的工作可以去让我更好的体验生活，而不需要为了钱而这样的做下去。这是我离职的一个决定了。这里也提供了很多的关键词，一个你的理财使得你的被动生活已经可以 cover 现在生活，这也就是传统意义上说的财富自由嘛。自由，它是这样来有一点点自由了。第二呢，就是你也你也谈到了体验生活，那这个应该是一个目的。我还想听一下 Jackie 怎么样讲因为大部分人我知道大马人去了新加坡，他们的梦想都是我在退休以后回到大马，我可以买个大 house 不要再受这么多委屈了。在新加坡，你怎么想我呢是对这个本来也是我的那个想法啦。可是我觉得到最后呢，我还是想要多一点时间回家陪家人，然后去体验一下人生，所以就不想一直在被一个9到5的那个工作绑死，就想要去比较有自由，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我也是机缘巧合下，我有接触到这一个 freelance 的这些 接 project 来做。然后其实这个 freelance 的话它不会可以算是差不多可以 match 到在这一边的工资，可是还是会比较冒险一点。可是趁现在还年轻，现在不冒险的话，以后老了我肯定就没有这个勇气去做了。所以就想要去试试闯一闯，然后在
那时候呢也在想说，我不可能只有一把刀磨那一把刀，万一裁员啊还是什么的话，我要怎么办？对，所以呢就想说，出来接 freelance 做 project， 然后也开始去接触一些不同的东西，比如说去接触一下做 YouTube，能不能赚一点 passive income， 然后去学一下投资，怎么样去存一点钱让 cover 我的那些 daily expenses 这样子，所以就狠下心的去辞职，然后去做 freelance。你们刚从工作啊，就是从职场退下来的时候，有过什么样的担心吗？他的话呢，就是 for Jackie 啊，他有很大的可能，所以我就是一直在耳濡目染，就是我的一直影响着他，我就一直鼓励着他，对就想要把他推下来。for 我自己呢，我自己是本身就比较容易，因为我的人生是一直不断的重启，再重新再来，因为我就很习惯这样重新再来的这种所以我就比较容易。那再跟你分享一下你的。我的是很难，因为其实我之前的工作呢，我的老板也很好，我的同事也很好，我的那个公司也是其实蛮不错的。其实要说是有 work-life balance 也是会有的，可是呢，因为我家还是在马来西亚，就去年我妈妈生病的时候呢，我就请了unpaid leave回去照顾她，然后就慢慢觉得说，其实再好的工作呢，都比不上这些花在陪伴家人的时间啊，然后陪伴去体验人生的时间，所以就狠下心来的去跟你原先的计划相比啊，有哪些和你想象的是不一样的？就你原先计划说 OK，我之后做 freelancer 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结果发现是那样的，这有哪些是这样的呢？我觉得就会，因为其实我还是跑 project， 其实就觉得那些 timeline 都是 fixed 的，我可以自己去调我想要在哪里工作，我几时需要回去，我几时需要去客户那一边，我几时要在哪里工作我都可以。可是呢，就中间还是因为有新的客户要去做一些demo 还是要去接触一些新的客户就中间会打断了一些时间点，就需要去重新安排一下工作这样。我补充一点了，刚才我其实还没跟你谈到我的在退下来以后我是从事什么东西。其实我也不一样相对于就是做的比较杂。我呢在新加坡就有空呢就part time做一个木的一个直销人员，然后我有一段时间就是也做了这个装修的 interior designer， 也是去学一下这个室内设计的一些基本的东西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我还有自己去做一些皮革这些，再养一些我自己也有时间的时候，我就去做一些皮革的一些 product 啦，就是我的啦，极简钱包这样。为什么他会要去做从一个 banker 去做装修的？为什么呢 ？The why 是因为我们想要翻新我们在新加坡的这个家，然后就去看了，其实装修都很贵。所以他就说，倒不如他就去 join 一个装修公司，去认识一些人，去学一些东西，然后就自己看可以怎么样去装修，就省了一笔装修费了。ID pass 这个币我们可以省下来，就自己省然后结果到现在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家的墙壁粉刷新的，对，很白的，也很有乐趣可以自己动手。对。那你们 compare 原先两个人都在就分别都在上班和分别都在靠自己来赚钱，你觉得总体的收入是比原先的状态要更高还是要更低呢？这个我画一下就之前这个我的角度是这样啦，之前虽然我是在银行里面做销售的嘛，但工资是相对比较固定，也比较算是偏高一点点。但是在这种就是市中心里面做工的话，第一点呢，交通费这些东西都其实都占据了有很大部分的一些支出。那本身呢，你面对客户的话，你需要
镜头啊、衣服、鞋子这些都是一些固定的支出啦。就还有你需要跟人家做一些朋友啊、bank 去做一些 social 来讲，都需要花一些这些支出啦，固定的这种应酬消费。那其实赚得多，你消费相等于也会做高。那现在我的本身的个人体验就是，虽然我现在赚的可能，因为我现在靠的是一些就是 investment return 啊，这些rent 啊这些来做一些 income， 对吗？虽然赚的不是比以前多，但是相对于我省下来的这些东西支出啊，吃饭啊，在市中心吃饭 transport 啊，还有服装啊这些就可以省了一大笔啦。就相对于我是觉得自己过得很开心，虽然没有以前固定，没有以前高，但是我自己过得本身会比较开心一点。就是花销肯定是比原先要小，对不对？对。存下来的钱呢，你觉得比原先多还是会少？是在我的角度里面，我存下来的钱其实会比较多，因为呢，之前我做工的时候，就有很大的一笔支出啊，我通常会花25%到25%的工资呢，去扩展一些人脉跟资源，就是请人啊，就朋友的朋友啊，就是需要扩展一些人脉。这些固定的支出是你花的越多的话，你的这个资源就累积的比较快一点。所以那时候我的消费会相对于比较高一点啦，在从事这种销售方面的东西。Jacky 也是这样吗？有一点类似。我的比较大的差别在于有没有定时进钱，跟你可能3个月 project completion 才进钱。就这一种差别 ，fluctuation 还有这种不稳定啊，对，就是你自己要排好你的那个 finances， 你要怎么样去规划，不会比较相对不稳定对，比较相对不稳定。可是amount 你其实就是需要有一些 reserve fund， 就是这个emergency fund 能 last 你6到9个月，对，这样你每个月就从这个 fund 里面 draw salary 出来，然后到时候你剩9个月过后再给你的时候，你再补回进去这个缺口了是的，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模式。可是呢，消费的确减低了很多，因为就比如说，好像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呢，我就不需要出去跟同事吃饭，然后我也是在市中心，所以也是比较贵。就可能在家里的话，我们就可以2个人，我们就煮一锅汤，吃饭。不好意思插一下，因为而且我觉得 Jacky 是他做工他只要做得越累，对吗？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就会想要犒劳自己，就是说买一些可能cooking class 啊，就 medical pedicure，就是说我做这么辛苦了，我就需要靠这个来捅一捅自己。所以他现在呢，已经没有再去花在这些上面了，就不去做指甲就不会去花一些钱再去买一些课程上课程去 baking 犒劳自己，就犒劳自己就不需要了。现在就比较生活相对比较简单，然后就可能早上起来就去那个菜市场买一点菜回来就自己煮，然后可能晚餐我们就去骑脚车出去吃一下。对，就其实在新加坡消费也减低了。然后如果我回到马来西亚呢，我就早餐跟我爸爸吃了过后，我就skip 掉午餐，因为马来西亚的早餐的分量蛮多的。就也是相对，然后也花的是马币，所以那个 expenses 也是减低了，也是比较低。然后如果我们去越南住，就上个月我们去越南的话，其实消费也蛮低的。对，所以是进的那一个 income 呢还差不多，出的那一边呢是大幅的减低了很多。对，就 income 差不多，然后 cost 会大幅的减少嘛。我相信你们花的时间也会，我不知道多少但以我的经验来讲，一定是自己花时间的方式会更加自由。我想要在什么时候工作多长时间，自由度会更高。所以总体就是你们退下来以后的幸福程度，我想应该会是有很大的提升吧。
我现在个人的意见就是，我之前做工的时候，他明显的白头发就会出来，然后他就会讲说，哇，你就越来越多白头发。但是我退下来以后，这头发真的是会变黑的，会变黑啊，哇，就是白头发会变少。那你有没有知道头发会长出来的？会不会有？那个其实幸福感，我是觉得是就是会有大幅度的提升。但是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是你在这个退下来的时候，一定要找到一个 purpose 跟一个东西 focus。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其实你会过得蛮闷的。所以你要记你的 purpose correct， 你的 why 这样。这讲得非常好我想放到后面一趴讲你们接下来一个计划的时候，好好的来问你们一下。但你刚才讲到生活方式，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发现身边很多大马的朋友，我也有朋友会这样讲，他说哎呀我还在生存啦，你那个是生活。可是我发现这个说法不对，不是说他现在钱还赚得比较少，那个叫生存，我们叫生活，而是好像这个是一个生活方式，这种 lifestyle 又是自己选的，并没有说一定和你现在赚多少钱有关系。你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呢？这个是我要答，这个是我的 pro 的答，我 pro 的就是因为我其实一直以来呢，我从大学我就开始自己出去住宿舍，然后在马来西亚工作的时候，我也是租房间住。然后其实，在马来西亚工作的时候，那个工钱是真的是刚刚好。可是我觉得，其实你可以在生活上找一些小乐趣，就算是生存的话呢，你可以添加一些色彩去让你的生活变得比较好。然后到我来到新加坡了以后呢，钱是，就算如果你在新加坡工作、新加坡做工的话，其实你可以存比较多钱，可是我也不会去牺牲掉我，好像有些人会放弃所有东西，住一个很小的房间就宅在里面。我不会我是觉得该花的有一些生活上的那一种舒适，应该是都是要满足的。然后包括我以前为什么会去花钱去上课这一些东西，我觉得是有了你可以慢慢存一点，每一个月还是可以花一点点的小钱，让你自己觉得生活是开心的，让你自己觉得是满足的。然后你也不要去看别人我要买包我要买这一些买那一些，其实你也要知道自己想要的开心是什么。然后我记得那个巴尔那一本书里面呢，他有讲过一个 concept， 就是你去写下你十个会令你开心的事情，然后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其实并不需要花钱，所以就算你生存的话，你也可以是开心的。比如说我的10个东西里面，可能就有跟家人 spend time， 跟我家人spend time 花多一点时间在我家人身上。然后我自己喜欢的是泡咖啡，喝咖啡这一个是要花钱的。可是呢，在这一个里面呢，就是在10样里面，其中一样是花钱的，你可以去花，因为这一个是让你的那一个幸福感增加的那个选项，所以你可以比较 focus 的去花，而不是盲目的去把钱花在一件你到头来你不觉得你的幸福感没有增加的。我就想问你们，因为尤其 Gary 是自由工作的一个 veteran 那如果两边大家都赚4000左右，4000马币在马来西亚，或者4000新币在新加坡，你觉得他可以马上就过上一种靠自己的，不是在工作的这个场所，在 workplace 工作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吗？你觉得他如果想的话，他有能力能够过上吗？还是必须要先工作满一段的时间才行？OK， 说大马的4000这个我留给Jackie， 因为他在马来西亚比较有经验。对我来讲如果我说现在，如果你讲说新加坡人在这个时候你刚踏出社会赚的工钱是4000新币的话，你现在想要
过上一个比较 enjoy life 的一个生活的话，我会建议可能你需要累积一定的存款跟财富之前，你才就是先苦后甜啦。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先存多一点，等到了后面就是投资拿到一些被动收入的时候，你再从被动收入里面去犒劳自己。但是是个人选择，就是你可能也会过得会比较紧一点啦，这个是我的角度，我会这么去 recommend。OK， 其实马来西亚的我真的很难去 comment， 因为我其实已经没有在大马生活一个长时间。就算我在回去大马的时候，我都是跟家人住的，然后通常都是我会每个月会给钱我的爸爸，然后这些开销都是他在开销，所以很难去 judge 这个东西。好，没有关系。但你们刚才有提到很多都涉及到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我想就是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赚得多花得多，自己还不感到开心每天要去宠爱一下自己，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有可能它的结果是自己很累嘛，我知道是因为我经历过非常非常非常类似的。还有一种生活方式，就像你们现在这样，你的 cost 也会降得很低，是 Jacky 一直讲的一期一会。这样你刚刚提到那本书 FIRE， 我想有些人不知道，它就 stands for Financially Intelligent and Retire Early， 是一种更加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所以讲到你们的生活方式可不可以再讲你们的下一步会是要到什么地方，怎么样去生活呢？你现在可以说了。其实就是机缘巧合，我就说我有分享过，我其实在前几年的时候，我就把新加坡的一个空房间就租出去，就拿了一个，就那时新加坡房价就蛮高的嘛，拿了一个850元新币的 monthly。多大的一个房间呢？就一个普通 common room， 就小小的一个房间，没有 attached toilet 的，没厕所在里面的。相对于在condo 的马来西亚 condo 的一个房间对，就一个房间，就是 middle room， 不是一个大房。那就收了一个新币850的新币，那我就那时候就出国嘛。那我那时出国的目的就是想要不要一直沉迷网络一直做工就散心嘛。就一散就是买一个单程机票，一过去就在那边租了一间房间，也是一样的一个面积的房间，就花了差不多$300，就折回新币是差不多400吧。那我就突然间就算一下，我每个月收入850，那我这边还房租是400，那我每天一睁开眼睛，我就 passive income 就多了一个400块。那是我第一次人生发现到，其实要退休也不是好像以前人讲的这么难啦。但是这个是先天条件，就是你要有一个 good conducive environment 给你去做这些东西。那就从我就一直encourage Jacky 跟我去越南跑跑，因为之所以会选择越南呢，而不是泰国，很多人是选择泰国但是我是本身是比较喜欢越南的原因主要是2个。第一呢，泰国是一个购物天堂，而我是一个相对反购物的一个人，所以我不是很喜欢去购物天堂的地方。那相对在越南吃的东西就比较简单，跟菜很多，所以我觉得像这我就选择在越南了。那为什么你会觉得我们其实在越南里面，我们选了2个地方介绍给大家了。第一是一个全年都很冷的地方，叫大乐的达赖。是在南部吗？是在北部是不是？在胡志明，在过去一点点叫大乐，英文叫达赖啦。这个因为它是高海拔，所以全年都会处于一个比较冷的一个状态。对我来讲，我就不喜欢炎热的天气，所以我大乐是一个比较适合我去退休静下心来的一个地方然后它就有一个大湖，你的那个生活就围绕在它每一个钓鱼喝咖啡然后它每个晚上都会有那个夜市，你都可以去走，然后就简单的生活第二个地方我介绍的呢，就是 Jacky 会比较喜欢的，就是在河内 Hanoi。Hanoi 的话呢，它是有四季的，它是有春夏秋冬，所以我们有去过的时候是在冬天的时候就比较冷。那河内的一些就是 architecture， 就是他们的建筑会比较有一点古色古香，古色然后它的文化的那个文化感比较
强。嗯然后因为我喜欢泡咖啡，我很喜欢去咖啡厅，所以我觉他们得的主题咖啡有很多，他们有很多咖啡厅给我选择，然后我也可以去咖啡厅工作，所以我觉得哈诺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哦，那就差不多会选定下来哈。也还没。其实我们是这么讲啦，因为其实虽然我们选到了越南啊，是一个我们想要去旅居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已经有2个地方，就是河内跟大乐啦，这2个比较相对比较冷一点的地方，我们会比较 enjoy。但是具体来讲，它其实也有一些困难跟barrier to relocate 在越南。几样东西就是语言啊，就是越南语呢跟它虽然中国话有4个拼音啊，越南有6个拼音，但是它其实的 pronunciation 是非常难的。我怎么学我都学不会，就是泰语我还能够讲一点点，就越南我真的很难学。哦，等一下，你现在还在学越南语哦？我已经放弃了，我基本上就是在用一些这个 international language 啊，就是手语啦，手语跟表情啦，跟 Google Translate。说语言障碍，这是第一点，我们是很多人需要克服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它其实越南是一个有相对于踩坑是蛮多地方会有 potentially 会被踩坑的 tourist trap。比如说呢，它可能租金合约它就会弄一点点，就让你就陷入一个陷阱还是什么，这些东西要特别的去注意。连在街边他们会 promote 一些直销的东西比方说我想要带你去哪里体验什么它其实到后面它的价钱都会有一些变动，所以我们就是你不能够算得太准，所以你要留一点 buffer for 就是踩坑啦。然后有一些地方呢。外国人的价钱也是会比较高的。对，他一听你不会讲越南话呢，他就会 charge 你 double or triple 的 price。这个东西是没办法避免的。对。那对你们来说，如果想要去越南的话，是可以每次可以停留多长的时间呢？我有2个建议 ，do recommendation for Vietnam。第一呢，就是你如果想要去一个越南的城市任何城市都好，你最好呢是已经在那里有一些越南的朋友了，那有越南朋友带你的话呢，他们其实还的是 local price 而不是 foreigner price。如果你没有这些地方的朋友的话呢，一个软件我可以推荐的叫 Couchsurfing。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可以去，比方说去人家家住1个晚上人家到时候也可以来你家住个晚上。第二呢，就是你到越南的时候，第一是认识人，第二是 Couchsurfing， 可是 Couchsurfing 现在已经是要还钱，付费的啦，要付费了。你也不一定是要去人家的家住，因为可能对女生来讲会比较担心。你可以在里面那一边呢找一些他们的 activity，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当地人，他们要 host 外国人。他们要学英文，那你就可以跟他们一起交流就认识喝酒这样子，叫他们去带你走这样。那第二个第一其实就是你问多长在越南多长了，就是其实在 visa 免签的状况下其实可以在我们有新加坡护照的话是可以在越南逗留30天。马来西亚也是，所以我的做法呢，我应该会是就去1个月。然后我就会回家，因为我也要回家陪我爸爸，然后就可能去一个3个礼拜到1个月，然后我就会回家，然后在家闷了，然后再去别的地方。把越南作为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可以时常跑去的一个地方，但不会是一个永久定居下来的地方。如果你问我在长期规划10年过后，我打算人会在哪里的话，我估计我不会在越南，我可能会在马来西亚也是。对，我的刚才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不在马来西亚呢？因为马来西亚我的感觉是消费应该要比泰国还要低一些。我觉得啦，泰国现在起价很高而且马来西亚有很多地方，比方说我们前2天去了文东，我觉得很不错其实要比怡保还要新一点。然后离吉隆坡又很近，还有东马，我们去古晋也很喜欢哇，简直有新西兰的 spacious， 又有吉隆坡的这种很新的感觉，吉隆坡很好的地方的这个感觉，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没有选？Jackie 为什么老是看 Gary 不喜欢？不会
会啦，啊可能是我因为这些地方我都大概知道，他是大马人啦，所以他所以就没有新鲜啦，没有新鲜感了像你这一种，我去一个新的地方这一种感觉啊。嗯可是很多大马好处是在于你可以去做很多一些那些 one day trip 嗯啊，就可能去个文东一天啊，然后去一个这里一天，那边一天这样子，对，就蛮 OK 啦。对我来说是比较是没有新鲜感。对，对我来讲是，其实如果我排除越南过后呢，第二个我想要去 relocate 的地方就是马来西亚啦。马来西亚的什么 province 我可能会选择Johor Bahru JB，因为它相对于离新加坡就靠近一点，但物价可能会比较贵啦，相对会比较贵。对，我本身是斯兰奥人，我住在沙特阿拉，所以呢 KL 地区呢我都大概就知道，而且我本身也是从一个小镇来的，所以我也可以选择回到去那个小镇去住啦，所以我也是觉得所以你只是为了就是说这个生活还要有新鲜感吗？对对对，这很重要吗？对，马来西亚很热，所以他现在主角就是因为他现在他做了一些 freelance 现在他 remote working 他其实到了越南他们的那个网络很发达，就找个咖啡厅坐下来就这我知道工作了，对，这不知道然后我可以选择一些不热的地方去啦，就是达拉跟哈诺是在冬天的时候是很舒服，达拉常年都是冬天但我想无论如何选什么地方，有一点就是你们的心态和准备都已经是做得很好了，所以你会愿意在其他地方去尝试，而且一下子就去1个月回来，我相信你们的生活也已经很极简了，就是拿着箱子已经差不多可以过1个月就可以走了。这个其实我就是在推崇的极简生活里面呢，就是 one bag travel， 就是把全部我有的东西呢就把它压缩成一个7公斤的一个 luggage bag。真的可以做到吗？真的能够做到，所以我已经把他的这个功夫传授给 Jackie 了。我以前呢出去呢，我觉得比较适当的那个 size 呢，可能是一个 travel 那个 luggage bag， 你可以 check in 还是什么，就小个的其实都 OK 的。我有去过别的地方，都是拿小个行李箱，然后你也不需要特地的加那个 luggage。可是呢，现在呢，我就已经变成是一个背包客了，就把全部东西压缩成7公斤内都能够直接提上飞机。其实我们是 aim 在5.5公斤，我还留一个1.5来去买东西回来。对，不能那个是你你们做极简是不是有不同的 band？ 5.5公斤是 black belt， 然后对，就是我是那种祖师爷级的，他是对，我是初学者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东西还是需要的，可是对他来讲，他就已经是完全不需要了。包括他还有一个 concept 是，他已经不需要用宣布去洗头发了。对。我太太也是，我也不需要我也不需要，我太太也不需要，她也慢慢都抛弃了。可是我还是有一些是需要啦，然后可能化妆品我就已经是舍弃了啦。可是这种护肤的那一些 basic 的还是需要一点。太好了，我也祝愿你们选到一个让无论如何就是让自己舒服，哪怕是跑来跑去或者移居到一个地方定下来，都是让自己感到更舒服，在自己已经很有幸福感的生活上，还可以再感觉更幸福一点。那能不能接下来多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生活方式你们的 YouTube 在做些什么，分享一些什么背后的一些 idea 是什么，可不可以跟我们观众也再多分享一下，一定会很有意思。可以说我们的这个 YouTube 频道呢是去年刚刚成立的，这差不多1年吧，1年多。我们的 channel 的名字叫 Black White Talk， 就是黑白讲Black White Talk。然后有些人他们听到，通常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人听到这一个黑白讲呢，他们就是白讲是福建话的黑白乱讲所以我们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 channel 的 come about 呢？是因为我们2个人
就是 Jackie 他是一个相对于中规中矩的人，而我自己呢，这个是一个比较杂、比较五花八门的一个人的思想。所以我们两个人有时讲话的时候，对某一件事情的观点都会有很极大两方面的一种论调。所以他就以他一个中规中矩的角度讲，我就以一个就是看过很多东西的，就给一点不同的 recommendation。这就是我们起因啦。但是慢慢逐渐，因为我们在新加坡就是有几小步嘛，对，所以我们的生活跟我们想要出weekend 想要 get away 的地方，比方说 camping 啊，跟钓鱼啊，这些都会在小步上面实现，就是能够骑着小步啊，就是到处走。因为新加坡你知道这个车跟 transport 很贵，车嘛 COE 很贵。对。那我就是可以拿小步折了放在这个 train 上面的话，我们就可以 fulfill transportation 的一个意义。就在你们这样生活的理念背后啊，我觉得你们生活还是很幸福的。你们怎么定义这个幸福？就你们追求的幸福又是什么呢？ Good question。我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是我自己的方程式是我的 happiness 啦是多少？我自己的 formula for happiness 是desire 跟你现在所有的东西，你欲望想要有的东西跟你现在想要有的东西的差别是什么？比方说你想要的东西很少what you actually have and what you desire to have 的话，如果你有的，其实你的相对于你的欲望越低，那你现在有的东西跟欲望低的话，你的有的东西多过 what you want right， 其实你就其实很开心很知足了。这个是很有道理。这个是我的 happiness 的 definition 跟我幸福感How about yourself？ 我的 happiness 是我每天可以喝一杯咖啡，跟有东西做，有起来，我有目标，有要做的东西，我可以陪伴我想陪伴的人，然后我还有去还有一些兴趣可以去培养。其实我觉得就已经蛮幸福了，就真的不需要太多。是我都能感觉到你们很知道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我也看过一本书叫 Money Psychology， 它里面讲一个故事，就一个有钱人说，你看我比你要有钱很多，和另外一位物理学家还是哲学家讲，但是那个人就跟他讲，可是我知足，就是2个字，他就是知足。因为我突然发现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因为知足一个是你要知道什么东西让你满足，第二呢，你要知道停止。如果你停下来的话，那么你就不会再去追求过多的没有必要的一些东西，因此就很容易会感受到幸福，而不在于你拥有多少。对，你这个讲的真的是我很认同了，不在于你拥有的多少，而是你需要的越少，你就会越幸福。如果有一个人我们幻想他比方跟我们差不多，也是40岁，他说：“哎呀，我真的是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了，我被家庭压得喘不过气了。我好想这个像你一样就是实现工作的自由。”但他又说：“哎呀，可是我想一想，我面对好大的负担我从来没有过靠自己赚钱生活。”你们分别会给这个人一些什么建议呢？我非常好奇，我相信这个对大家也会有用。对我来讲我先分享了这个东西，因为取决于这个在新加坡呢，其实我真的很认同新加坡有一些很大的支出费用这些东西，如果你本身就已经为一些周遭的东西，比方说你需要还房贷你有孩子这些，其实真的是大部分已经局限了你能够实现自由的一个程度。但是怎么样都好，我们以最基本的 principle 来讲，spend below your means and invest the rest， 就是说在你能够你不要每个月的支出高于你的收入，你肯定就是收入是多少，你的支出一定要比你收入少。然后剩余的钱呢，就只能把它拿去投资，以复利的形式让你的钱去帮你做工。你只能靠这一个方法而已啦。除此之外，我是觉得其实很靠你的luck 这些东西，还有你的 environment。对，但是 principle 就是还要 invest 靠复利这样来去实现一个财务自由。
是我的建议。我的建议，我的财务管理没有那么好啦，可是我会觉得说，其实不是每一个人的生活，就算你有孩子，你有这些绑着你，除了钱以外，你还有你的时间被绑住。我觉得其实你需要的可能是一个静下来去思考你的人生，说有哪一些其实是不需要的、不重要的，你要放下一些东西。比如说，我每天为了要自己煮，自己是健康的，然后我就自己煮，然后我搞得我很累。那倒不如我就可以在外面吃一些健康的，还是我 order 那种已经煮好的拿过来讲。就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你要敢去尝试，你现在就算很局限的东西里面，你还是可以有那个度去尝试的，不一定说我就只可以这样子，不要就认说我的生活就可以这样子，我改变不了什么东西。其实有很多东西是换位思考，去想一下，其实有更好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不一定说现在这样子就是死局，你要从死局跳出来，也要一点一点的小改变。对，我非常认同，我觉得你们俩讲的也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心态上啊，你首先不能认输，就觉得这个事情一定是这样了，一定要尝试着去改变才会有可能嘛。那我推荐方法很简单，就是来找你们来沟通一下，聊一聊，看到这么好的一个 example， 会给别人更好的勇气去尝试新的一种生活。非常感谢你们，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关注你们的频道，来感受到你们的这种对生活真正的热爱。好，谢谢。好，谢谢你们时间。好，谢谢。我先把那个关掉一下。对了，大马生活家就是我小光头和家人生活在大马的实录，我们希望带给你生活在异乡的勇气。我的频道风格有点多样，思考相对深入，表现稍显生动，制作就算经典。希望你喜欢，帮我一起按赞、分享、订阅，我们一起打败有人的算。谢谢。